一帆，哎呀，蛮可爱的。Hello， 哇，你这么多，你需要我帮你提吗？也可以帮我拿一下，给我吧。因为他们说今天吃火锅，你们可以过来一起。哦，对对对，我感觉你带的好多。不知道大家想吃什么，然后我还带了个西瓜。我和兰兰我们在岛上就说以后可以一起吃火锅。哦，对对对。然后刚好这一次就想着说吃火锅最方便。对，兰兰有说过她喜欢吃火锅。你看他满脑子全是兰兰。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先找一下锅。锅我们那也只有几个锅。哦，你说那个火锅的锅，是的，是的，是在我们这里。这时候的小娇就很可爱。这个应该是电磁吧？哎，我很好奇，我可以问吗？就是，问吧。哎，我这个是要主播问他透露信息嘛，就是这种。可以。哎呦，你又舔我。把这个端过去。你们第一天的那个走了，你可 Deep Talk 都 talk 了什么呀？我们他真的很聪明哎，从他身边的人开始下手。你想好奇什么？你可以说一下你想好奇什么，我看看我们聊到了没有。我都好奇。那也太多了。我们俩是就各方面都会聊，因为我和兰兰很怎么说很契合。OK。哎，那你们的 Deep Talk 有聊什么三观啊，什么性格啊，或者说什么？对，分享一点。我来帮你干活。这样也蛮可爱的。兰兰那天还夸你了呢。啊，真的吗？真的。什么时候？因为你们不去看日落。哦，那天。对啊，肯定会小小的八卦一下吧。他说什么？没有啊，就夸你是蛮细心、很好的一个人。对。那还有别的吗？就你们有聊到觉得不好的地方？他有点草木皆兵了。在干嘛？狗狗偷吃东西。狗狗有。很可爱。一口。吓我一跳。真是。你真的很害怕呀。你真的很担心呢。他永远是最忙的那个。好，请你继续。还有什么？思索了半天。也不客气了，我们敞开聊了。你现在洗的东西呢，都是他喜欢吃的。OK。对。还有呢？还有什么？可能就是以相处来说，你的面上可能是那种比较内敛，或者说是比较害羞、含蓄的一个，但是就是需要通过时间去印证完，发现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人。我也就只能说到这了。好的，辛苦你了。我也就只能说到这了。明天还要做什么？以后你想需要我提供未来30天的免费帮厨、免费洗碗、免费一切打杂行为，对，都可以。救命啊！同盟拉起来了，需要一些微妙的助攻了，但需要很有sense的人去助攻，要不然的话会毁掉一切。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实你不用去管这些喜欢的点，人与人之间的喜欢其实是真实的自己，没有必要会为了什么而去改变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是。一凡挺不错的。那你有什么想了解的人吗？想了解的人，他也想帮忙，情报互换，他们现在是盟友，互相交换情报。如果是以了解出发，其实我想了解宇航。因为其实他是我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没有了解的人。对，我想了解宇航。我跟宇航很熟。昨天晚上宇航，我在那个客厅的时候，他过来跟我说，他说我们俩祖上可能有血缘关系。什么？
你知道他的关注点是什么吗？他说因为我的腿毛跟他腿毛都很像。我感觉你的腿毛跟我的腿毛好像啊，什么好像？你的腿毛跟我的腿毛，我们是不是七兄弟？就是祖上有同源，祖上有，还可以这样，真的还蛮像的，还可以这样，真的，我感觉真的还蛮像的，真的很像，是吧？我们肯定有渊源，对，我也觉得。你的这个关注点好奇特啊，真的。因为刚刚看到你大腿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大腿，真的是，不是，有点抽象，太抽象了。我还有腿毛像的。这段的热搜已经想明白了，恋综逐渐抽象化，但是不会抽象到腿毛，确实没有问题。今晚上我叫上我的腿毛兄弟，然后你叫上来了，我们去探索小屋。啊，小娇完全上头了。小娇是第一个上头的，然后一直持续。他已经陷进去了。他太上头了。他可能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都说到要到99年了。对呀。很漂亮。Hello， 兰兰。Hello。终于回来了，带了火锅的食材，我都摆好了，可以。接着摆吧。嗨，今天你们都好早啊，我又很晚。今天我是第一个，但是我们屋的人好像都吃过饭了。是吗？所以我就跟着一帆过来帮厨了。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们商量好了，今天大家都吃好了饭回来吗？我们没有人商量，因为我没有吃。OK。但是我剥了虾过来。啊，因为我本来想在那边炒虾的。这是小龙虾吗？是。这个很用心哎。他好努力呀！小娇呀，小娇，加油啊，加油！我把它全部都剥了，虾线都抽干净了。太强了，太细心了，哥。再夸一下就很开心了。那一会儿你跟我们一起吃。好。加把椅子。好呀，谢谢。兰兰，你喜欢吃西瓜吗？玩助攻那一块的，我喜欢。你还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山竹。山竹。他在帮他问，你知道吗？哎，我那天有放过来几盒山竹，你们有吃吗？没有。哇，快去拿。他真的好积极，他真的很直接。现在小娇就是有求必应。这个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哦，那个，你尝一下。可以。小娇太冲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话少就会多做。哎呀，你的手臂怎么了？都是被蚊子咬的吗？对，都是被蚊子咬的。哦。你不要去抓它嘛。好的。你都抓破了。好的，我今天上班，同事说他感觉我被蚊子打了。来，谢谢。谢谢。客气。可以吗？是不是有点硬？我来了。谢谢你。没事。
哦，他真的。那这种男孩其实是很珍贵的。开始吧，太饿了。哇，这个辣锅真的好好吃，这个辣锅。热忱是不是还没回来？没回来。没回来。今天决定一会儿去遛狗了，因为我没养过狗狗，所以我观摩了2天。你们都遛过了，今天该我了。他是在等乐晨遛狗吗？对。哇哦，你总算回来了。我怎么感觉每天都在遛乐晨呢？Hello。晚上你又不吃了。他应该想要约他去遛狗。对。他还在想怎么开口。大大方方的，快！可以这样吃吗？可以，但他不吃。啊，怎么办？他紧张了。加油！想等你来遛狗呢。哦，主动了。想等你来遛狗呢。啊？他没听清。他不是你们刚遛的是他吗？对呀，但我们想，可能你不会回来了。啊？嗯，他好像真没有听清。他真的没有听清楚。啊，好像有点错过哎。他邀约失败。他是没听清是吗？他以为他在跟他聊天。对，因为女生主动来表达这件事情，还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嘛。但我还是觉得，就算没有听清，可以反问呀。对，我觉得乐晨可能也没往那想，可能想着就狗都遛完了，是不是就完事儿了？想这个事儿。哦，可是我觉得好可惜哦。丢垃圾去了，我们去丢个垃圾。碰瓷儿。你会弄电脑吗？会。你帮我弄一下电脑。稍等一下。多多就是很直接。对。你要搬过去吗？我也拿了电脑。我要上去弄会儿资料。哦。哇，3个女生。王爵去最后一次吧。对，我觉得真的还是问看看。最后一次再邀请完，不行就不要再邀请了。我找一下有没有垃圾袋。还有吗？没了。我觉得应该还好了，应该还好了，剩下一点可以到那里，不会漏的。对，好吗？好。还有可以扔那个地方。哎呀，晨晨都没有发现他这样。有人就更不好开口了。天哪！
主要是车上拿东西。哎，他们都回去了吗？没有人回去。你们双休吗？双休。双休。嗯。哎，这个不是垃圾哦，这我的电脑，对不起，这是你的，我的抱枕。Hello。哎呀，真是张不开口了，因为旁边有个人。哎呀。我们之前确实也有做一些公益，现在还是有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支教的那个基金会里面。比如说女学生的卫生巾啊，然后还有一些孤儿啊，这种都有。哦，那你们这很好。觉得那天晚宴的时候也是蛮可爱的，在旁边。但感觉晨晨完全没有发现的感觉。哇，这个靴子也太长。他已经很努力在他周遭。对。哎，他们都回去了吗？多多他们不在吗？在那边。那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我不行，我想。你不行。我啥？不知道。我想消食。哦。行，我先回去放东西。行。哇，他真的有点怜爱了，心疼。歇会儿。你怎么今天这么不燃啊？不能一直燃下去。啊，他状态不是很好。有什么心事吗？可以讲一讲。没有，我只是有时候想一个人待会儿。理解。但是你平时工作中，你们需要去 social 的多吗？哪需要？你能想象我以前完全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真的？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既内敛又很外放。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确实给我的就是外在的感受，完全想象不到，是吧？对。哎，那你家庭关系怎么样？我觉得我爸妈还挺好，挺让我羡慕的。我觉得，因为他们是在一起初恋，然后一直到后来嘛。爸妈会对我的爱情观的影响比较健康，所以我在爱情上，我觉得我是一个极度理想主义。那你的家庭跟柯爱琳他们家，他也是第一天就说他们爸妈关系超级好，就你爸妈这样的，就是一直超恩爱的那种。其实我是偏悲观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吗？你像我就是这方面其实完全就是没有，因为家里缘故嘛。这肯定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我其实是个非常非常自卑的，超级自卑，自卑到骨子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也还在发掘，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卑感或者这种不配得感，它在我身上那么重。就是一直在开导自己嘛，一直在开导自己。你自己开导自己。对啊，就是去了解心理学的东西。其实了解完心理学的东西之后，你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一些原因。那你觉得你过去的情感经历，就我不问细节啊，你觉得整体来说是你自己满意的一个状态吗？很不满意啊。哇，就是我前2年超级内耗，超级自闭。那你觉得你现在还会为这种事情，为这类事情内耗吗？说不好，我感觉可能还是会有，因为有些问题我经历过了，我可以去处理，但是还有很多是未知的问题啊。
对吧？啊，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可能只是自己找错了方向。确实，这个我觉得，哎，其实你真把它放大了来说，它确实不值得一提。我觉得这段分享特真诚，也特及时，也很必要。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乐晨都是可能有很多的人对他的选择，然后他也在努力的去表达自己，但是殊不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这种不配得感。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或者怎么样来调和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前我也曾经有自卑过，然后我记得以前人家讲我好，我真的是就是会觉得啊你在跟我客气啦。以前会下意识放大自己的缺点，你就会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优点。那你也是真的慢慢这些年才觉得那个爱自己有多重要。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过被爱和被接纳的体验，他是很难学会爱自己的。是，包括听完刚才他们说完，我非常能理解小娇她追求女生的方式，因为她就是在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家庭里生活，所以她对于爱情，她是极度的信任，或者说她很相信爱情，向往看到他爸妈的那样的关系。所以他会尽他的全部去爱一个人，去付出，就算受到伤害。乐晨，但是你就感觉到他孩童时代应该就是父母没有给予就足够的一种重视，所以他这种就是从孩童时代带来他的一种，比如说自我认同感低，就总觉得我怎么配得拥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乎。对，我觉得在乎是一个，因为在乎，所以会觉得自卑，觉得自己怎么哪儿都不太好了一下。一个人他怎么打消自己的不配得感？最根本的道路就是建立起对自己一个客观的认识。你知道你哪儿不好，你也知道自己哪里好。当你能够相信这个就是对我自己客观的一个价值评价的时候，其实你才会真正的自信起来。不了解自己的人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信的。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不用夸大这种所谓觉得是有问题。现在人都很喜欢觉得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这是青春的感受啊！你长大以后都没有这种感受了。就是在青春的时候，你心动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自卑感。其实还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我其实特别喜欢他说这个客观，就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不要美化别人。人和人之间的，与其说是差距，我觉得更多的我愿意理解成为差异。差距是一个事实，它有事实认定的高低好坏之分。可是差异其实强调的是不同的那个部分。一个健康的长久的关系当中，这个感情是一定不会让你总觉得出现不配得感。当你在一个感情里，你就觉得你长时间的一无是处的时候，那我觉得是这段感情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你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反省自己，然后不要太美化他人。最后想说还是爱自己，爱自己，然后认清自己，接受自己。只有爱自己之后，才会拥有健康的爱情。先有自我，再有爱情，这一定是。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方法，它不光是爱自己，也是在人际关系里我自身也一直在用的一个点，就是以爱出发，而不是以害怕去出发。我做某一件事情，我怕我自己不被人认可而去努力，和我让自己变得更好，自己会开心去努力，可能结果是一样，但是思想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是情侣之间，比如说发信息，我发信息给他是不想让他担心我是想要跟他分享我的事情，这是以爱出发。但是害怕的话，如果我不给他发的话，他可能又要跟我生气，那好麻烦，那还是发吧。这就是以害怕出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个点，但是它适用于自身，也适用于他人。就只要是从我这个起始点开始的话，都可以以爱出发，而不是以害怕去出发。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讨论的都是成长的烦恼，这个成长呢是在于我们各个年龄段都有我们要去攻克的话题。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就是除了身体上的疼痛，剩下一切的疼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想跟观众朋友说，就是说你不需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再去开始一段关系。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说法，他会觉得你先把自己解决好，你是完整的，你才会拥有一段好的关系。但是我是很反对这个说法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你带着他往下走，也许你遇到另外一个人，在你们的关系中，他可以治愈你，他可以改变你。就是不要等到我可以了之后再开始，随时都可以开始。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